恐龙蛋我们是不可能尝试得到的。那小伙伴有没有好奇，跟恐龙同个时期的鳄鱼蛋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？上期视频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拍了那么多内容，大家却只记得朋友和我间的小调侃。那这椭圆可爱、营养丰富的鳄鱼蛋呢，在大家的心目中背负了不该背负的负担，我真的非常过意不去。那作为一个正经的美食侦探 UP 主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得严谨一点，再来详细的总结一下这2亿年前就存在的生物下的蛋究竟味道怎么样。又是当，像这种果冻一样的蛋白呢，有的说是蛋白含量过高导致的，上期视频又有小伙伴说是蛋白含量低才这样，完全相反。那有没有更专业的小伙伴可以解释一下吗？这次我要细细品尝一下。吃这个蛋白真的就像是在吃一个果冻，那个口感简直一模一样。口感真的蛮好的，然后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，有那么一点点咸腥海水的味道。它整颗鳄鱼蛋蛋黄已经占了一大部分，而且我真心觉得特别神奇。一般在我们的印象里，小蛋孵小鸡，大点的鸵鸟蛋也会大点，但是它这个鳄鱼就完全打破这种固有的印象。它这个小小的蛋孵化出来之后，它也可以长到3吨，非常的神奇。现在再好好品尝一下这个鳄鱼蛋黄。可能我是第2次吃的关系呢，它这个味道没有我第1次吃那种来的那种震撼感。当你一口咬上去之后呢，它会有一种特有的腥味，非常独特，就是鳄鱼特有的那种腥味。我那天第1次吃的时候，说真心话，真的很不习惯，甚至有点那种吃不下的要犯恶心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像我这样子第2次来吃呢，我觉得它那种腥味就完全可以接受，甚至细细品味有那种独特的那种香味，就非常的很像我第1次吃榴莲香菜。跟第2次吃榴莲香菜，觉得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一样。它实在是太干了，你一吃进去，瞬间把你口腔的那唾液全部都吸走了。不行，我要找个没有吃过的，所以我决定叫我们这频道真正的 UP 主。爸爸要吃鸡蛋，给我口味。给你够吗？哎呦！还要不要？要。哎呦！它的壳真的跟鸡蛋一样薄，但是你看它这里面的皮，哇，真的非常的厚，这样都搞不破，还可以包成这样子。我要把这个皮撕掉就可以吃了哈。它里面是果冻，哇，果冻哦。那我们就看一下，像这种第1次没吃过的人。吃吗？吃。哎，可以哦，这个蛋白好吃哦，像果冻一样哈。果冻的鸡蛋。对，果冻的鸡蛋。哎，掉。果冻。真好吃的。看来它这果冻一样的蛋白呢，小孩子还是蛮喜欢的。现在你试一下这个蛋黄。好吃。全部你自己吃吧。你跟大家说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为什么能酸？没有腥味吗？没有不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好吧，小议员他竟然觉得好吃。我走啦。好，那你走吧，拜拜。果然这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。一开始我就觉得好吃，真的不错，确实不错。但是我那天第1次吃的时候，那个面露难色，真的是也是发自内心的。二哥也说了，我们的鳄鱼蛋还可以尝试一下煎蒸。一样别具一番风味，因为鳄鱼蛋不好凝固的关系呢，所以我都搭配了一个鸡蛋。不过要特别说的一点，这个鳄鱼蛋的蛋清真的是太难打了，完全就是胶质一样的东西。我都是用机器才可以把它们打匀，煎的就下点酱油鸡精，蒸的就下点糖盐，少许水。在泰国那边呢，他们也是这样子煎这个鳄鱼蛋的。先试一下这个煎的，我这样子就加一个鸡蛋进去煎呢，然后一点点那种水煮鳄鱼蛋的腥味都没有了，味道跟我们普通煎蛋差不多，就是它那个口感吃起来很 Q 弹，可以弹牙的那种，
哇，不错，不错不错。好，试一下这个蒸的。一点腥味都没有，哇，口感真的很棒，这个也是很 Q 弹，很有弹性，可以很用力的压，你看都压不坏。从这样子做起来呢，味道上跟鸡蛋是差不多的，就是它那个口感，那种 Q 弹的口感，要比普通的煎蒸鸡蛋要 Q 弹太多了，而且这个煎的要更好吃一些。所以小伙伴们，第一次吃鳄鱼蛋的话，还是不要直接水煮，用来像这样子煎的话，哇，那味道绝对没得说。因为我觉得，如果第一次吃就像我那样子直接吃水煮的话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像我那样子，突然会接受不了那种来自2亿年前的味道。当然，这鳄鱼蛋30块钱一个，它的营养价值肯定抵不过30个鸡蛋。它的价值主要还是体现在它的稀缺性，毕竟一头母鳄鱼养了1整年，而且才下那么20-30颗蛋，而且这种远古神兽跟恐龙同个时期的蛋的味道，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亲自去尝鲜一下的。那大家觉得恐龙蛋它会不会跟这个鳄鱼蛋差不多呢？好，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一定给我多多点赞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